这是我们在那个研究 BGT，然后它放大前的，就是放大电路之前，我们通常会看见这样一张曲线图。它不算是个曲线，它从这上去之后这很平缓，然后它是一个极电极特性。那么我们研究三极管的放大，它的放大，它有一个这个极电极的饱和电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击穿的 VCE 的最大电压。通过这两个，然后通过很多个 IB， 然后会呈现出这样一个曲线，然后可以确定咱的静态工作点。那这个图是怎么测出来这样一个曲线？它是通过你用一个 NPA 三极管，然后就是积极加一个积极的 IB， 然后你把 IB 调到一个固定的那个电流之后，你给一个固定的 RC， 就是极电极的电阻之后，你就去拧 VCC， 拧这个极电极的电压，这样子呢，它就会呈现这样一个曲线。然后你去变一个 IB， 它又会呈现另外一个曲线。现在就是说，我们用我们这个 OSC A02 的示波器，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小信号发生器模块，然后再加上一个扩展板。扩展板的目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电压，我们可以引出来一个电压，可调电压。然后这个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模仿一个 VCC 极电极的 VCC， 我们用一个三角波，这样就相当于你不停的从零伏拧大，然后再拧小，模仿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用了一个这个毫安级的电流探头，这是个差分探头，然后我们简单搭了一个这样的电路。电路就是说，测这个极电极的电流放在这儿，还要测这个VCE， 就是极电极到摄极之间的电压。就是这张图，这是 IC， 这是电流，然后这是 VCE 的电压。然后现在我们用这个软件 A02 的 OSC A02 的软件，我们整个搭好之后，然后我们用它的 XY 里萨柔图形。现在出来的它有一个这样的曲线，就是当一个 IB 固定的时候，它会出来一个这样的曲线。那如果我们经过反复多次的测量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图，一个这样多条曲线的这样一个图。那么实际上它和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双节形这个晶体管双节形晶体管，它这个曲线图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东西在某些领域可能是有用的，就比如说在我们的变压器的推挽电路里边，因为在这种电路里边，或者在一些别的领域里边，它可能这两个地方它是固定的。在这种时候，你去研究它的那个输出能力，电流输出能力，或者说是别的一些方面。这是一个9013的NPA 的三极管，它的放大倍数大概是60到200倍。然后呢，从这个扁平的这边开始，这是摄极，这是基极，这是极电极，就是 EBC。EBC 的时候，咱们把那个 VCC 加在这个极电极上，然后用一个 IB， 就是一个比如说咱拧一个固定的 IB 控制在这个基极，然后这是摄极。那么咱测量的时候是从这个第一个是测极电极和摄极之间的 VCE， 就是测这两点之间的电压。第二个就是说，从这个 IC， 从这个 RC 是极电极的有电阻，我们是串了一个电流模块，这样子就是说从 VCC 出来之后，串一个电流模块，然后串一个电阻，然后再串到极电极上。然后其他的设计没有电阻啊，然后这边是有一个电源过来之后，我们用了2个电阻分压，然后这是一个可调电阻，可以拧出来分压之后呢，那么它这个 VC 这个基极它就会改变它的 IB， 那么这个是2个一并是500欧，这个大概是1K。我们是 B 通道拿了一个 LOTO 示波器的扩展板，然后连的是我们毫安级的电流模块，是这个 I01， 然后它测的是25毫安到正负125毫安，然后在这个电阻下它是合适的。
完了之后呢，这个通道 A，这是通道 B 连的电流，通道 A 我们连的是这个 CE 之间的电压，是并上去的，这个是串上去的。之后呢，屏幕上现在呈现出了一个固定 IB 下它的一个曲线。曲线呢，我们现在拧这个之后呢，它会改变，你看它会改变 IB。当改变 IB 的时候，这个曲线会上升，就是实际上它是 IB 改变了，就代表它的贝塔改变了，就是它的放大倍数是固定的，但是 IB、CE 之间的电流是根据它的 IB，去放大倍数去乘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高度在发生变化。然后 B 通道呢，我用的是自定义探头，这是我们的小毫安级的电流探头。之后我们测出来一个这样的一条曲线之后呢，因为它有很多条，我们来观察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先拧一个 IB， 测出来一条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绘图区右键里边有一个盯住，就是可以盯住当前的这个 XY 的波形。盯住之后呢，那么它这个就被保留在这儿了。然后现在我们再拧一个。那么现在我们又变了一个 IB， 那么这条曲线呢，它就会变一个位置。之后我们可以右键再使用这个盯住的功能，它就可以把这一条也保留下来。那么整个测试好几次之后呢，不停的拧 IB 之后，我们不停的就是保留这个曲线，然后最后我们就会得到一张这样的图形。那么这个图形和你们书上的这个图形是差不多是一样的。